蹬腿发力，注意看身法的一个操作。好，发力，开步，注意看这个过程。好，我们把这个过程加上步伐和身法的同时变化。蹬腿，定，变掌开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手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打完之后的回弹。回弹，在回弹的时候呢，一定要切记啊，同学们，我们不能说蹬完以后，着急的把手往后去领或者去拉。有2种变换方式。第一种，蹬完以后就像刚才一样的回弹，直接开步，能体现出身法的螺旋转化非常灵敏。第二种，蹬完腿之后放松下沉，可以将左脚落在地上，也可以蹬完腿以后不落在地上，然后再开步对拉，就形成了2种不同的转换形式。在这里2种形式都跟大家去展现一下，正面和背面，大家喜欢用哪一样咱们就练哪一样。好，第一种崩弹转化灵活的蓄力，好，背面展示，发力，好，第二种转化比较柔和一点，蹬腿发力，好，换方向，蹬腿发力，下面我们讲解前趟奥步的细节动作。前趟奥步的动作呢，其实很简单，是咱们前面学习过的动作，但是同样的，它们每一式的上下式转换动作细节不一样，所以咱们这一节课也是同样针对着转换细节来跟老师们进行讲解。首先第一，我们从侧面去观察一下身法的变化。第一种跟大家展现的是弹抖比较灵活的，它主要是依靠什么呢？我们在发力的时候，是不是身体的这个筋膜有一个向外延伸的弹性，就像皮筋一样，蹬出去很放松的，通过肌肉的回弹和筋膜的回弹，把我们的身体带回来。靠这样的一个肌肉的回弹、筋膜的回弹，来顺势让我们形成一个提膝向前迈步对拉的动作。那这个地方的技巧怎样去掌握呢？就在于老师们对于裆胯转换的灵活程度。因为很多老师说，一旦发力了就站不稳，不发力的时候，通过慢慢的转化可以站稳，一发力站不稳。为什么？因为裆胯的活性，包括它灵动的转化没有找到。比如说我们把动作放慢，在蹬出去的一瞬间，身法是一个向右螺旋的转化，对不对？向右螺旋的转化。那么我们的弹动肯定是向左侧螺旋转化，对不对？那他想要站稳的最重要的秘诀，就是在我们身法弹完右螺旋向左回正的时候，老师们想想，逢转必什么？一定是必沉的。所以蹬完左腿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只是把身体回正了，那这个时候你看一发力，肯定不好站稳，想往前倒。那如果我们能够将身法崩弹完之后的左螺旋，在右胯向外打开的同时，把右胯上下折叠，感觉是不是就立马变得不一样了？身法有一个明显的，蹬完发完力之后，有一个放松的下沉。有了这个感觉之后，我们的裆胯运化的时候，是不是就给我们有一个稳身的停顿？就不会说你蹬完以后咣着急往这儿摔了。它这个地方也并不是要求大家完全定到这儿不动，然后再去开步。它重要的是啥？转化呀。我们如果把这个地方真正去练成定式，它这个套路就完全没有意义了。
就像操一样，我打完每个动作都需要定个式，然后亮个相，没有那个必要。我们最重要的是转化身法当中的一种灵活性。蹬完腿，哎，一个回弹，身法一下做，顺势就把脚放出去，这个时候才能体现出来太极拳当中的行云流水和节节贯穿，是不是？当然，能灵活的前提肯定是我们也能得站住啊，也能得站住，就是需要我们去配合当胯，左螺旋，右胯上下折叠，把身法稳住，然后再开步。有了稳，那咱们转换才能更灵活。只是不要让大家追求刻意的把身体蹬完腿以后定到这儿不动啊，这是一点。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常说的，我们如果说放松的去蹬也可以，但是它得形成一种身体的松沉下落和旋转灵活的一个过程。就比如说我们蹬完左腿之后，哎，先放松下沉，这是不是和咱们说的转换灵活的方法是一样的？蹬完腿之后想往前开步，我不着急弹回来螺旋，我先通过我的当胯下沉放松，然后慢慢去对拉开步，这也是一种太极拳的体现方式，更加松活了，更加圆润了啊，很沉稳，看着很大方。第一个看着很灵活，然后劲力比较生脆一点，这个就比较沉稳大方一点。其实就得看老师们的这个性格呀，包括老师们练拳的风格是什么，都可以进行不同的阶段性调整。所以大家要切记，我们在蹬左腿发力的时候，右胯它是有一个过渡的，不是像大家想的说我蹬完以后硬生生的把腿定到这儿，全靠肌肉的强度来稳身子，这就太僵硬了，对不对？好，那这是我们转化的一个动作细节和要求。下式前趟奥步，它这个前趟奥步和我们平常练习这个斜行前趟奥步的内容是一样的啊，都是需要让老师们做到3个点。哪3个点？第一，开步要有对拉，身法要身走侧线，手走中线，并且每一次走动的螺旋重心运化一定要形成当走后弧螺旋外碰，坐胯摆脚，好，上步，身走侧线，手走中线，当走后弧螺旋放松，下沉外碰。所以我们的身法运化呀，这一块和咱们前面学的是一样的，大家要把前面的课程多去回顾看一看，看看我们练习的时候到底这个2个腿当走后弧的旋转，当走后弧的这个过渡运化能不能像咱们刚学那会儿又认真又细心走出当走后弧的运化啊！千万不要再把前趟奥步走成左手左脚同时出，右手右脚同时出这样的身法动作了啊！所以这是大家需要注意的地方。这是左蹬一根接前趟奥步。